想象一下，你马上就要去境外旅游购物了，但是却没有当地的购物攻略能帮助你，让你像当地人一样轻松购物。而这时候，你有一个像购物专家一样的闺蜜，除了特别了解你的喜好，还给你提供了当地的购物攻略、好货感受，让你轻松的在到达目的地前就能做好种草清单。这个闺蜜就是我们本期视频要讲的小红书。这个 app 仅通过短短5年时间，就从一个小小的购物指南变成了拥有3亿用户的生活方式 app。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靠种草就种出100亿市值的小红书到底是怎么红起来的。时间退回到2013年，随着我国人均 GDP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出境旅游和购物，而小红书创始人之一的毛文超也在国外见证过同胞们海外购物的疯狂。但是人家毛文超见证别人疯狂的同时，还 get 了一些灵感。他发现很多人在疯狂购物中，其实并不了解自己所购买的东西，也不了解在什么地方购买是最划算的。然后他就找到了同样喜欢海外购物的好友瞿芳，结果2人一拍即合，萌生了要做一个国际旅游购物攻略平台的想法。于是2013年6月，小红书就正式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小红书一开始的模式非常简单，就是在网站上上传 PDF 版本的购物攻略指南，而且当时的这些购物指南全部都是毛文超和瞿芳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写的，他们大多在当地生活多年，所以对那里的购物信息也了如指掌。当时的小红书网站上整理了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地的购物指南，而且每个攻略的内容都非常详细，包含了哪个街道哪家奢侈品店正在打折，所以一推出便在留学生群体传开来了。很快，网站上的 PDF 下载量便达到了几十万次。后来随着用户的增加，网站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常常因为人手不足，导致攻略的产出量跟不上需求量，而且 PDF 这样的分享方式更新非常不及时，也不方便。再加上那年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在加速移动端的布局，所以毛瞿2人意识到这样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小红书必须要转型调整。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后，毛文超和瞿芳觉得必须要把小红书做成一款靠用户自己分享创造内容的 app。 于是经过一番筹备，2013年底，小红书购物笔记 app 就正式上线了。这次的 app 内容还是以分享境外购物攻略为主，但却不是上传 PDF 了，而是真实用户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境外购物心得，包括每个商品的详细信息，如品牌、包装、价格、购买地点和使用心得等。就这样，凭借着真实的消费体验分享和口碑传播，小红书很快就吸引了不少喜欢海外旅游购物、喜欢海淘、喜欢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中青年女性的关注，然后就形成了小红书特有的社交购物分享社区的基因。有一次，毛文超自己在小红书上发表了一篇去香港帮朋友代买 iPhone 5S 的经验，结果很快就引来了100多条留言互动。然后在他发布那个笔记2个月后的春节里，小红书社区里就多了好多从世界各地海淘整箱 iPhone 5S 的心得分享。那个春节假期，小红书在没花1分钱推广费的情况下，用户数量涨了整整7倍。这也是小红书迎来的第一次用户爆发式增长。用户增长后，小红书社区里的分享就变得杂乱起来。但此时的毛文超和瞿芳决定还是专注在做真实购物类内容的分享，所以小红书里那些与真实购物体验不相关的笔记就都被隐藏了。这个策略反而让小红书吸引了越来越多精准的、活跃的高粘性用户的加入。
所以这时候的小红书有点像海外购的知乎，成为了大家在海外购物时做参考和做决策的平台。但另一方面，小红书的推荐机制是编辑精选，内容也局限于刷、逛和分享，因此小红书始终只是一个种草平台。如果用户需要购买商品，则只能转战去其他平台，所以这部分的流量就直接从小红书上流走了。而如何留住用户，并把小红书带到更高的维度，是毛文超和瞿芳遇到的新困境。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街坊邻居向你分享一个产品，和一个商家向你推荐一个产品，你会选择相信谁？你可能会选择前者，原因就是因为身边人推荐的东西更可靠，而你的街坊邻居给你推荐时候的好评，就是用户分享的内容。这个方式也叫口碑营销。当人们对小红书的信任积累完之后，就会下意识地把这种信任扩散，形成一种小红书上那些用户的推荐都挺靠谱的，所以小红书自己卖的东西应该也不错吧，这样的认识。于是2014年12月，小红书在 App 内提供跨境电商服务，并根据笔记浏览、点赞等一系列数据进行精准选品，然后完成用户从发现商品到购买商品的体验闭环。而小红书就是靠着这样的口碑营销，愣是没花1分钱打广告，就实现了自营电商半年销售额突破人民币2亿元，同时 App 用户达到了1500万。一个字，绝！过去几年，小红书完善商业闭环，拓展了和品牌商家的合作，不仅帮助了完美日记、钟薛高、小仙炖、古语等新品牌的成长，还让回力、百雀羚、大白兔、李宁等一众国潮老牌重获年轻市场。所以小红书成为了助力新消费、赋能新品牌的重要阵地。后来，基于用户更多生活领域信息的分享和阅读需求，小红书终于开始拓展社区内容的多元化，增加了美食、旅行、学习、育儿与健身在内的各类生活方式分享，还邀请了范冰冰、胡歌、凌云等近1000位明星入驻分享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在2018年实现了用户突破7000万。小红书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好物分享平台，而是通过社区加电商的模式，开启了前途无量的道路，变成一个全方位对年轻人极具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平台和消费决策平台。如今的小红书变成了生活方式分享的移动社区，截止目前，小红书的总用户数超过3亿，月活跃用户数达到1.4亿，女性用户占比达67%，90后、00后用户占比超80%，真正成为了一个国民级的年轻人种草社区。但在有这样优秀的成绩之前，小红书也曾一度因为假货、笔记内容过度美化、虚假广告等问题被勒令下架整改。所以相比单纯的种草社区，瞿芳和毛文超更希望大家把小红书看成是一个真实美好生活方式的分享社区，因为这才是小红书最大的优势壁垒，也是它得以生存的根基。而这一点也可以从小红书 slogan 的变化可以看出，从一开始的找到国外的好东西，到全世界的好生活，到标记我的生活，再到如今的2亿人的生活经验都在小红书。小红书对打造一个具有分享精神、充满美好、真实与多元的社区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无论产品与商业模式如何进化，都不会以牺牲用户体验为代价。也正是因为这样爱护羽毛的行为，才能让小红书成为一个别人轻易模仿不来的企业。至于未来小红书是否还能继续红下去，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